今天闲的没事儿，看了一个新闻，关于这个进博会的。前两天其实就有人跟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接话，我不太想插手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东西容易打破人们对和平的美好的向往。那么今天正好看到一个德国人，也是混这个 YouTube 的一个博主，是吧？他为了在中国市场挣钱，那么接受了央视的采访，讲了一些中国的大城市，是吧？他生活在上海，他说中国的这些大城市比德国，比他的家乡更加的便利。当然，他也说他的家乡是一个德国的小城。那么，为什么现在央视会拖出一批外籍公民，是吧？国际友人来粉饰太平呢？其实有一些东西呢，真的跟窗户纸一样，一戳就破。他现在所有的这种对比，有两个地方它是有问题的。第一，他所谓的中国的大城市便利，首先有一个商业利益的驱动，对吧？他跟他家乡来比的话，他家乡是个小城。我们知道，别说德国的，你就是在美国，所谓的小城，它也就十几万人，是吧？几万人这么一个社区，就这么一个观念。而在中国，可能像上海、北京这一类的城市，它任何一个住宅区都是几十万人。那么它有便利店，他买东西啊、做事啊比较便利，它是有一个基础的，就是说它有足够的人来购买东西，对吧？所以对商家来说，它是很有诱惑力的。其实这个进博会呢，也是一个道理，不是说中国现在还有多少外汇来买这些进口的东西，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进博会的目的不是要让中国人能够买到更便宜的东西，而是为了向外资企业展示中国有广袤的市场，希望由外国企业敦促本国政府不要对中国进行经济上的对抗。如此一来，你们会丧失更大规模的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市场。那么进博会的目的能不能达到，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想借着这个机会说一下。有很多人原先就跟我说过，说上海、北京，是吧？尤其是杭州啊，可以刷脸，只要你带着手机，甚至不带手机，是吧？你刷脸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拿什么刷脸？所有的数码产品的芯片是什么？是浩龙吗？你告诉我它的英特尔名是什么？对吧？除了中国的通用的商品名，你们所有设备的内核，所有的芯片，好像都是进口。如果说这个世界对中国说不，你拿什么来刷脸？包括现在使用的摄像头，你以为那个高清是你自己搞的吗？应该不是。你连高速处理器都没有，说白了没有芯片，仅仅有几个摄像头，光学上即便有了突破，在电子芯片制造上，如果说你不能完成，那么现在所有的繁华，它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沙漆，是一碰就倒，完全就是建立在幻觉的基础上。没有西方主要国家半导体强国向你出口元器件，你拿什么来监控本国人民？
别说你搞长城防火墙，搞这个涉及到全民的监控，你现在所有的基于电子技术的大数据监控，或者说你们称之为叫人性化的服务，能够自己办得到吗？我相信是办不到的。所以不要帮他们去吹嘘，现在所有的这种繁华是建立在整个外部世界愿意与中国沟通的基础上。说白了，你现在使用的科技是别人赏给你的，你有足够的东西跟别人交换没有问题。一旦你没有呢，或者说人家认定你跟他交换的原材料，你的商品是沾着血的，你对本国公民的压榨，你对本国出产这些原材料的地区是有人权上的迫害的，随便找个理由你就玩不下去了。一旦没有人跟你交易，你拿什么来支撑？我一直说，中国现在的繁荣，中央现有的权威，极有可能在外部世界与中国完全形成对抗以后，1年半之内坍塌，就是基于这个判断。现在还有人在讲这些虚拟的东西，老把一些外国人怎么说是吧？啊，外资对中国有多大多大的投入，外国有多少多少大企业准备进入中国，是吧？顶风破浪，啊，说明国际社会还是看好中国市场的。其实我告诉你，人家看好的是未来的市场。一个良性的市场，它首先要有一个法治的环境，是吧？民主自由那东西可以放一放，但最起码它有法治，这是一个基础。如果说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一个让外资进来能够觉得安全的法治土壤，那么这场对抗它就不会终结，它只会出现一波一波的高潮，或者说临时为了某一个政治目标暂时搁置一下，做一个协议，或者双方做一个让步，做一些谈判。其实我告诉你，这只是整个对抗过程中的一个小的停顿。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打人之前把手伸回来一样。其实去年从川普上台以后，他宣布的所有的政策，刚上台的时候宣布所有的政策，推翻了奥巴马时期的一些协定，都是什么呢？都是收回权的。他第一拳打出来，你现在已经扛不住了，你现在要投降，你现在要妥协。人家可能为了稳定中期选举的需要，为了稳定自己的基本盘，可能会搁置一下争议，做一个停顿，给越卖集团一个游说的机会，给整个世界一番迷你的判断。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还是为了找到更有利的下一个出击的点。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虚假的新闻被舆论去引导。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品数都是有问题的，带有很大的倾向性，甚至包括西方的一些媒体。我们不能确认哪一些媒体已经参入了不安全的资金，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一点，媒体它首先是一个企业，它要为了它的股东
为了他股东的权益负责，不是每一个媒体都扮演着公正的角色啊。当然了，中文的那就更不用说了，你不用打引号。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中文的新闻媒体在评述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时候，尤其是他们老是涉及到中共权斗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可以放弃这个媒体。你不要去猜测它是代表着某一个派系说话，你只要知道一点，它不会有公正，不会有正面的全面的一个介绍，你就可以放弃它，真的没必要。所以我一直在说，任何一个人当你想了解中国的时候，公开的资料就已经足够了。没有任何繁荣是可以永久性的建立在别人借给你的基础之上的。